现在1块红钱还没赚，就先被骂他赚红钱，红钱赚得盆满钵满，赚了17亿的沈伯洋现在说要告人家，有这种事情吗？去对岸旅游，去对岸做生意就要被抹红，请问现在谁红钱赚最大？红海尔沈伯洋，结果他说我是正常的，他登记中国台湾说他是被迫害者，而我们去就变成跪点下跪，跟人家对立厮杀修台，然后来把人家罢掉，对人家中共投入人要趋之于后快，杂质要过滤掉，再来喊团结，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民进党又贴出了一个护国大绕境，我觉得非常悲哀的地方。我们的青鸟蟾蜍现在要多加一个义和团，你每天正事不干，每天干这些事情就饱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是总统赖清德，我现在开始全台爬爬照来说团结国家的实讲，引起各方的讨论。当总统提出来了，你不反共，你就不是真的中华民国派；跟你不护台，你就不是真的台派的时候，请问不护台跟不反共的标准是什么？当一个国家的总统，他可以明确的说出来这个定义，说你要是不反共，你就不是真的中华民国派，那就代表有假的中华民国派，还有假的反共分子跟假的台派。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就等于你要打掉的杂质？谁来定义这些人呢？请问一下，不反共、不反中算不算不反共？不反对中国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变成一个滑坡的逻辑？到最后，这些不反中的人也变成你们口中的不反共的人，然后他们就等于是不会护台的人。那不护台的人又有几种啦？比方说逃兵的人，逃兵的人他根本就不去履行对国家忠诚的义务，他是不是就等于不是护台的人？他就不是真的台派。到中国去念书、经商，甚至是两岸通婚，这些人是不是都可能思想不纯正，都是这些要被打掉的杂质？总统，从你的谈话当中，你所谓的团结当中，我只看到了你一直在把人分等级，把哪一些人分成真正爱台湾的等级，跟哪一些人是不爱台湾的等级，而那些不爱台湾等级，可能就是所谓的杂质的来源，然后就要被打掉，要被淬炼，要被过滤掉。这个事情是最可怕的地方。我说的杂质包括我要团结各方的力量来对抗中国，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当然是说中国共产党我之前有说过，不能反共的统统不是中华民国派，这难道有错吗？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国家，我们必须了解，台湾的民众一定要团结一心来对抗要欺负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是认真守护台湾这块土地，立场没有不一样，但是很多人似乎有不一样的见解。两岸如果说今天总统提出来的是一个对抗的事，就要很直面一个问题，在物理上它能不能够成立？我们单纯的对抗如果可以成功的话，那其实今天呢，那乌克兰已经打赢了，但是很显然的，大家已经放弃乌克兰了。就在这类跟伊朗冲突12天的战争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跟注意的时候，就在这个同时，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进攻是更加的剧烈的。所以这边我也要来跟赖总统呢提出一个挑战，说你讲的4个点：土地、人民、主权，还有这个政府。因为政府的组成当然是由人民来组成，但是政府它不见得是透过各种形式的政府都是政府。比如说对岸，它没有直接式的民主选举，但是它的老百姓并不反它的政府。这个政府呢，它不是因为有没有投票而形成政府，有没有授权而形成政府，而是这个政府能不能够在任何形式上能够稳定它的形式，它是政府。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所谓的实讲的时候，为什么总统你的实讲会变成长毛象讲、猛犸象讲，会变杂质讲？主要是没有讲到核心实处需求。当然可以自称2300万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嘛，我们自己管自己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都没有管过我们然后这个2758决议文里面也没有谈到所谓的台湾主权问题，我们都可以这样认知。但是主权的问题，它不是自我认同，它是一个他者认同大于自我认同的过程。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一定要从实处去讨论，不能说我想当然尔。再来就是说，不是说你国内铁板一块，那你就有主权了，你把杂质都排除了。首先这个杂质说为什么被诟病呢？倒不是主权问题，主要是这个杂志说很像当年纳粹德国在排除异己的那个逻辑，所以会被人家骂。你知道这很危险那我要问伟汉，这个赵少康说杂志说很像共产国家领导人会说的话，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想起中共也有过滤杂质清除毒素、纯洁党的队伍的说法。没想到我也有被抹红的一天那你帮我说说看，我的团结实讲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说？赖清德总统在当副总统参选人的时候，2019年12月20，他就写过一样的话。他之前所写的是打掉一中杂质，所以他
他所想的杂词就是一中。赖清德的想法就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两边互不隶属。他觉得蔡前总统也是这个想法，而且民众的民意也是这样支持，所以透过选举证明多数人都愿意投给这样主张的政党，那叫打掉杂质。所以其实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其实也是很天真啊，他是觉得说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派，民进党是台派，中华民国派反共，台派护台，所以中华民国加台派加起来就可以团结护台。但问题是现在正在罢免中啊，蓝绿正在讲说你被华系啊，既然你的议题是团结，你的幕僚可能都很清楚，不要再把过去的打掉杂质这4个字讲出来。但是赖清德总统自己内建那个机制，他就是这个想法。我知道赖清德总统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你国民党也反共就好啦，国民党也反并吞、反侵略，你就不会是非主流民意，你就会跟我一样是主流民意。是啊，但是现在因为很对立，国民党想说我们不反共，我们要避战。当民进党往中华民国靠的时候，那国民党支持者有觉得民进党在改吗？我乐见国民党往台湾靠，也乐见民进党往中华民国靠。中华民国台湾国号还是中华民国没有改，我认为才是台湾现在目前2335万人的最大公约数。暐瀚哥刚刚讲的东西有一件事情我非常认同，就是你要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团结十讲？因为暐瀚哥说他很天真，他根本就不天真啊，所以他今天讲的题目都是精心算计算好的。它里面讲什么反并吞、反侵略？请问生活在台湾的这块土地的人，谁不是反并吞、反侵略？这个已经是共识的问题。为什么赖清德还要在里面从鸡蛋里头挑骨头，然后要说有些人可能不是反侵略，有些人可能是不护台，有些人可能不是中华民国派？他就是在国家当中找敌人。那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找敌人，去把人分成好几类？就是为了大罢免、清洗杂质跟打掉杂质的前面的前文是说，我们要经过一次一次的民主的挑选来淬炼，百炼成钢。所以百炼成钢的前提是要先有民主的这个过程，也就是选举。那最近一次的选举就是大罢免啊，他的心思这么的清楚，还有什么好讲？赖总统，你想的问题想错了。你问我说1+1等于几？我跟你说啊，1+1等于2。你说不是啊，我就是要1+1等于0，不行吗？啊，这问题本身设计有问题嘛？因为你想等于0就得1减1嘛。你设计错误的题目，然后你要一个你要的正确的答案的时候，那当然我得从题目本身就回答起。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还是出在一个核心：为什么这个赖总统的10讲会被人家戏称？要么被人家抓到杂质说，最后只好总统府在讲稿里面把这个拿掉。另外呢，当然像暐瀚哥刚才解释的是说，其实 WiFi 本来就没有，这是个脱稿。但不管脱不脱稿，你内心里就是这样想。总统有总统的行格，大家对总统的期待是团结国家、对外竞争。蓝营的支持者跟蓝营的立委是吗？他们想要听到的是赖总统宣布不要大罢免了，好好去弄，就感觉就可以团结。第一个，为什么民众党不相信？你现在把柯文哲关了9个月，理由就是他可能有重要证人抓不到，只要橘子1天不回来，那柯文哲无期徒刑嘛？不是这样玩嘛？哎呀，我就控制不了司法，但问题是01几哇靠，哇跳跳戏给照。那我们高雄的林岱樺现在全家被起诉，连他师傅阿弥陀佛都可以被起诉，他现在等于是被判政治死刑了。而且林岱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政治干预初选不是我们证实，是民进党立委都这么觉得的时候，自然而然老百姓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问题嘛。讲团结实讲，一个没有基础的团结，或者是一个没有沟通协调的团结，那本身是拿团结来情勒大家。民进党又贴出了一个护国大绕境，它下面写民主护驾，蓝委退散。我觉得非常悲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青鸟蟾蜍现在要多加一个义和团。你每天正事不干，每天干这些事情就饱了，然后呢，跟人家对立厮杀修台，然后来把人家罢掉，然后说人家中共投入人要趋之于后快，杂质要过滤掉，再来喊团结，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总统高喊反共嘛，第一个反共。你要怎么反？你反的是什么样的共？那请问越南共产党反不反？你是反共产主义这件事情，还是纯粹反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我要讲的就是，好像南韩也是反北韩。如果说南北韩是分裂国家的话，那请问两岸是分裂国家吗？可是你的说法是说两岸是两国啊。我们要先理解你的问题，为什么我刚才针对主权聊那么多？就是我们不懂总统想要提的问题，因为今天要反，总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要反什么嘛。中国共产党，那两岸要不要和平交流？卓荣泰院长不是在做民间的交流了吗？总统的职责就是国防外交。在国会里头，在野党其实提出了非常多的国安法案，民众党就提了，如果说你泄露国安机密，泄露给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敌对势力港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我们希望加重其刑，比起其他的国家刑度还要增加。民进党不敢审请问一下是谁在跟中共唱和？谁在泄露国家机密？谁在当共
谍，不就是民进党吗？今天你们如果要过滤掉杂质，就请你们先把你们民进党周围的杂质过滤掉。我们到底在反什么？今天如果你反的是中国共产党，你讲清楚，你怎么跟对岸交流？对岸就是政党跟国家是一体两面的，他们所有东西叫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民进党其实知道，今天谁在那边抹黑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懂共产党嘛。去对岸旅游，去对岸做生意，就要被抹红，被人家说，哎呀，你这个在对岸赚红钱了。请问现在谁红钱赚最大？红孩儿、沈伯洋，就他说我是正常的，然后他登记中国台湾说他是被迫害者，而我们去就变成跪舔下跪，是什么意思？馆长到现在1块红钱还没赚，就先被骂他赚红钱，红钱赚得盆满钵满，赚了17亿的沈伯洋现在说要告人家，有这种事情吗？哪来被反共？那请问我们如何定义跟对岸的关系？反共不反中？请问8炯是这样讲的吗？你打刚棒8炯现在清了，等下咕咕叫乱飞乱冲，现在被我骂到说你要辱华，华也搞不清楚，共也搞不清楚，中华民国派也搞不清楚，台湾派也搞不清楚，不能全部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嘛？中华民国是基于我们的宪法，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你要中华民国，你就得面对这个宪法，要么你就改掉。好，你改掉就台独，那台独的时候，那对岸他就跟你有不同意见，那自然而然就会因为历史的因素，所以现在我们那么小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中国内战没有打完的历史事实。那我说我转身说啊，我不想理这个内战，我不想以前怎么样，反正现在就这样了。我们要尊重历史的一个过程跟脉络，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人类活动依凭的东西嘛。总统你刻意的淡化历史，导致结果是每讲一讲就被笑一讲。今天要罢掉你的是不认同你的人，你要降低他罢掉你的理由。他为什么不喜欢你？民进党说出来支持他们的口号，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他还讲反共，结果你比他还更反共的时候，他就撸北撸去啊。但如果你明明觉得我根本没有不反共，他却说我是舔共，那我就证明我比他更反。我没有办法去预估726一个月后会是怎么样，因为它不是一个平常的选举，它是靠仇恨值的，仇恨值不高的人就可以安然过关。那所以两边都在被罢的人努力降低仇恨值，要罢免的一方要努力告诉大家有没有，连好几年前的影片什么凹下去的什么都跑出来啦，他要增加仇恨值，把以前的什么事情就全部累积。你看立法院的以前的画面哦，在那个表决过程当中推拉打的，他又把它拿出来。所以罢团要努力增加民众觉得这些立法委员不适任的仇恨值，让他被罢掉。那要被罢免人怎么办？他只要努力告诉大家，我是个认真的立委，我也对国家没有任何亏欠。我跟对岸交流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和中路线，民进党是抗中，我们是和中，但是都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绝对一步不让，不会因为交流而失去我们国家主权，国家也不会被卖掉。那你以为国民党没有人支持吗？也有啊。所以到底现在是民意怎么样，就得确实靠投票来决定，而不是看民调了。我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仇恨值，并不是说哦他们真的不反共，或者他们不反侵略，所以才会有这些仇恨值，而是他们故意被很多双标贴上了标签。我们今天已经变成走在台湾的街头，走在这个所谓的民主法治的道路上，我必须要自清，我必须要自证说我是爱台湾的。请问你的标准、你的量尺是什么？我要提醒国民党一件事情，不要再岁月静好了。其实你们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旁边也看得非常的急。哦，今天这个事情是民主之战呢。如果一个民进党要消灭掉台湾所有的在野党的话，今天民众党已经遭遇到我们的前主席柯文哲已经被关进去了。接下来国民党这边的立委一个一个，不管是检署的过程有什么问题，然后被调查，或者是接下来要用这种罢免的手段，把在野党一个一个势力歼灭掉，以后台湾没有反对的声音，这真的是我们要的吗？所以我觉得大罢免之战其实是一个民主的圣战，这场战役其实非常重要，不亚于任何一场的民主选举。就让我们来证明赖清德口中说的一次一次的民主淬炼，可以淬炼出更好的民主。